理想24款 Ultra 开了1个月的时间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使用反馈。今天视频呢主要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24款升级在了哪些环节，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选配该怎么选，第3个部分就是作为一个23款老车主，对这台车使用1年有哪些使用和评价，以及23款 L7 开了1年有哪些优点和不足。我们先说升级的哪些环节。第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升级啊，是个变化，蓝色版车漆改变。23款蓝色呢是那种比较低调内敛的蓝色，而24款色彩明显更加明亮奔放，同时车漆中加入了珠光质感，光线下会有晶晶闪闪。第二个改变，尾门车牌从底部挪到了中央。说真的，去年我在入手 L7 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车牌放在中间更好看，但是开了1年，我现在逐渐又觉得23款那个车尾门设计更好看了，就是有一种憨憨的美。第3个升级，无线充电板。老款的是2个不支持风冷的无线充电板啊，因为发热比较严重，同时充电效率不高，我去年就自己从官方商城换了官方的双50瓦无线充电面板。23款你如果想升级这个双50瓦无线充电板，是需要多花1000多块钱的。那么官方号称这个50瓦充电，它都支持哪些品牌呢？我这回给大家实测了啊，华为可以实现50瓦快充，小米可以实现50瓦快充，荣耀可以实现超级快充， OPPO Find X6 系列 X6 Pro 是可以实现50瓦快充的， vivo iPhone 不能达到自己品牌的最高充电功率啊，可以正常无线充电。24款无线充电面板有一个小小的升级啊，就是它新增了限位器。大家还记得我去年视频曾经吐槽过，对于我们这种小手机，比如说 iPhone 15 Pro 放在无线充电板上呢，一旦遇到刹车都不需要急刹车啊，这个手机就会往前滑啊，往前滑，那个无线充电器对不准了，那就没有效果了。那么这次增加限位器之后，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我实际测试啊，还是往前滑但是我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手机倒过来充电。同样2款手机，同样一段路程，其中按照正常方向摆放的这个 iPhone 呢，随着路途中的刹车，最终还是滑向了前方，露出了通风口，也停止了无线充电。而调过来这一只呢，则可以一直在风冷散热下稳稳的充电。第4个升级，中控扶手区增加了全新的储物箱，扶手箱底部呢采用的是橡胶科技防滑，点烟器挪到了储物箱里，顶部呢还有一个小灯，暗光下可以打开。这个位置特别适合放2种物品啊，一个是比较贵重的那种相机呀、无人机呀，放在副驾驶座椅呢，有的时候急刹车你就会担心掉下去，对不对？放在扶手箱里就刚刚好。第2个就是放一些打包的，比如说外卖餐盒，放在这个位置就不用担心刹车的时候它往前滑动，因为它有一个阻挡。第5个升级，大冰箱啊！虽然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一直争议很大，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23款 L7 的老车主，冰箱一定是在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L7 配备的是一个8.8升的冰箱，温度呢可以在0度到50度之间调节。你爱吃水果，你可以塞满1箱水果。炎炎夏日放12罐可乐毫无压力。你说爸妈不爱喝碳酸饮料，酸奶总没人讨厌吧？比如说去超市买了速冻饺子，但是一时半会儿还回不了家，你就可以先放在冰箱里冰着。女朋友或者爸妈更喜欢热饮，那寒冷冬日也能喝上热豆浆。出去玩车程比较长，担心路上饿，你就可以把蛋挞和虎皮蛋糕卷放在里边。我前几天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带了一盒寿司，这种海鲜寿司常温其实很容易变质，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一个冰箱，对吧？你吃个寿司，喝个冰可乐，你就不用担心啊寿司变质了。看一部20年前的经典电影还是很惬意的。我看到还有理想车主回老家，然后爸妈给带上家乡的土鸡蛋，就是放在冰箱里运回来，浓浓乡土情啊。那鸡蛋不光可以冷藏，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小冰箱是具有制热功能的，所以我们给它设置到38度，一个完美孵化小鸡的温度。就孵化出了一只小鸡。L7 这个冰箱有一个设计很方便的点，就是我即使2排没有坐人，我主驾只需要自己来控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可以把冰箱里的饮料拿出来，完全不需要帮助。这个部分大家对于冰箱几个关注的点，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第一个就是冰箱吵吗？实际测试这个噪音非常小啊，在车里你几乎感觉不到。第2个就是有一些车载冰箱因为设计的问题，它的热量不能散发到车外去，而散发到车内，使得主驾和副驾这个座椅旁边非常的热。那么理想这款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呢？实测冰箱打开24小时，2侧座椅温度依然和室温相同，没有发现局部发热的情况。第3
这个理想这个冰箱耗不耗电呢？你这24小时别一到时候开车没电了啊！实测我是晚上9点15离车，然后只留下冰箱工作，第二天下午3点15上车，18小时消耗了3公里的电量。那么增加这个冰箱24款又牺牲了哪些环节呢？首先，扶手箱储物空间减少了一半。第二，二排的制冷效率降低了，这个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出风量其实没变啊，依然很凶猛。不过根据官方的反馈，制冷速度会慢一些。我从23款车主的角度来说啊，如果能够给我们23款增加这个冰箱，我其实愿意牺牲掉一些二排的制冷效率，因为现在都可以手机提前打开空调了嘛，对吧？在这里我想谈一下为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么受欢迎。网上很多争论啊，说一台车难道你最应该关注的不应该是驾驶体验吗？我作为一个真实车主的反馈是，我当然关注驾驶体验了。我相信几十万的理想车主，他们买车肯定不只为了冰箱、彩电、大沙发而完全忽略了驾驶体验。理想的驾驶体验，它虽然没有特斯拉、宝马那么人车合一，但它的驾驶体验绝对不差，大概就是85分和95分之间的差别。但是像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是从无到有啊，对不对？是从0分可能到90分这样的一个差别。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85分对我来说够用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希望其他的体验越多越好。你就别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了，我跟大家说，我开车这一年，我也出去自驾几次啊。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里应该再增加一个微波炉，真的。我现在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买了一个小米的小的电磁炉，然后可以蒸可以煮。像我家前阵子去自驾山西游，就是通过蒸的方式去加热打包外卖的那个烧麦。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2个原因。第一，理想的驾驶体验不差，我相信同价位的 SUV 好像还没有哪一个说在驾驶体验上能秒杀理想吧。第二个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真的会在你的旅行当中给你增添很多乐趣。第6个升级，铂金音箱。这个部分我们直接来听对比啊。我虽然说不是音响发烧友，但是24款的升级还是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的。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看电影的话，如果大家想体验杜比全景声的这种环绕感，我强烈推荐爱奇艺搜索金刚，就找到这段，就是女主她通过山谷间这个藤蔓躲避霸王龙这个片段，这个声音就会随着藤蔓摇摆在空间里左右切换，非常有趣。另外，我是最近才知道，理想车机上的这个爱奇艺跟我们在手机、平板、电脑上、电视上看的那个爱奇艺不一样。我们在手机上看的那个爱奇艺，哪怕你充会员了，它依然会有开屏广告和在播放过程中的广告，对不对？但是理想这款是完全没有广告的，这个是理想和爱奇艺专门定制的一款。原来爱奇艺是可以没有广告的，我现在强烈要求索尼电视能不能和爱奇艺也推出一个定制版的客户端。第7个升级，旗舰级的高通8295芯片。但这个部分啊，说实话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差别。实际上23款的L7 车机，我认为已经非常流畅了，我甚至感受不到哪里还有再可以提升的空间了。至于城市 NOA 辅助驾驶呢，我也没有感到因为算力提升而带来太大的改变，至少我目前测试这个版本，它的体验跟之前是差不多的。车机部分，我有一个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理想的这个 HUD 抬头显示。理想的这个抬头显示有车速，有车道感知，以及最棒的就是它的这个地图功能。有这个地图之后，我几乎就不用看车载屏幕了，会把路口信息放大，告诉你转弯的方向，能显示红绿灯的剩余时间。下高速会放大路口信息，告诉你现在要去最右车道。在桥上转圈的时候，地图实时跟上；不该下高速的时候，告诉你保持直行；该上坡的时候，告诉你需要上坡。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大家看对侧后方车辆的感知能力，以及对横穿马路大姐的感知能力啊。另外，今年的 HUD 有一个升级，就是电子后视镜。这个功能，说实话，我以前的特斯拉上忽视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怎么样啊。有什么情况，我看那个实体后视镜不就好了吗？但是这次自己体验之后，我才发现，哦，电子后视镜原来是真的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路边停车准备开走。正常我们是看后视镜，对吧？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是我后视镜的这个效果。然后呢，我这个时候要打转向灯，然后要往外开。现在一旦我的车身倾斜于道路，你会发现后视镜看不到后方来车的情况，但是我们现在加上了
摄像头显示后方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从 HUD 中就能够看到我的侧后方，比如说有自行车开过来。如果说这个功能有哪些不足的话，我认为就是在一些强光环境当中啊，我们白色的地图啊，或者白色的数字啊，这种高对比度的很清晰，看着很清晰，但是这种实景的画面看起来就没有这个清晰度那么高了。第8个升级。SPA 级的按摩，哎呀，说起来，这可能又是23款老车主内心深处的一个痛啊。23款的按摩呢，你可以理解成是鼓包，就是你能感受到起伏，但是感受不到力度。而24款升级之后，它是和 L9 相同的那个 SPA 级的按摩，4个座椅力道十足。就开启这个座椅按摩之后，我仿佛能够在耳边听到就是按摩那个大姨爽朗的声音，说：“小伙子，吃劲儿吗？”啊，就是这种感受。比如说你开车开了1-2个钟头，对吧？你这时候腰可能就会比较酸，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语音说：“刘洋同学，在。打开座椅按摩，只按摩腰部。”好，然后它就可以只针对你的腰部进行按摩放松，这个非常有用啊。不过 L7 比 L9 还是要弱一些的 ，L9 呢是16点按摩，而 L7 呢是10点按摩。第9个升级是 Ultra 迎来的一个重大更新啊，它迎来了一款更大容量的电池。同场景下，23款 L7 它的纯电续航是183公里，而24款 Ultra 升级到了240公里。我给大家实测了一下，导航距离21公里的一条路段啊，开启空调21.5度，到达目的地表显减少了18公里。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240公里续航。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假设你周一到周五每天通勤的距离在40公里左右，那么从周一开到周五，你完全不需要充电，到周五晚上开回家，你这个车的电量还能剩余40公里左右。我之前的评测视频里就提到过啊，如果你想把理想 L 系列当成一款纯电车来开，如果你就恰好没有加充，那么还会挺麻烦的，因为可能需要2-3天就充一次电。而 L7 Ultra 这次应该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另外，24款的大电池快充时间也变快了，真要是没有加充的话，在外边充电也能节省不少时间。第10个升级 Max 版本，也就是去年那个 Pro 版本啊，今年改名叫 Max 版本了，它也增加了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呢，除了安全冗余，最大的价值就是它会参与到城市 NOA 的迭代进化，在智能驾驶领域呢，就相当于满配了。所以我认为今年 Max 的竞争力非常强。以上就是24款 L7 的10大升级。作为23款的老车主啊，冰箱和座椅按摩应该是我个人最想要的啊，就是哪怕我付费，我也希望能够付费升级的。对于24款升级部分的评价，把我能想到的升级环节基本都已经补满了。我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是25款的 L7会有哪些升级呢？今天视频的第2个部分，我想聊一聊选配啊。第一个问题就是Max 还是 Ultra？ 我个人呢会把 Ultra 推荐给比如家里有小朋友很想看电视，或者本身加充不是那么方便，但就是想把这台车当成一台纯电车来使用的这部分用户，我会优先推荐 Ultra。其他部分的用户呢，我可能更会推荐 Max 一些。你想啊，省3万块钱，你5月份对吧？即将传说中新来的 iPad Pro， 剩下9月份你和你媳妇儿一人再换一台 iPhone 16 Pro，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第2个车漆推荐白色，白色我开了1年啊，真的是满意啊，又好看又耐脏，就是那种脏的均匀，脏的隐蔽，就几个月洗一次车，我都暗自嘀咕，哎，是不是最近洗的太频繁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这就是一辆你看着还挺不错的、挺干净的一辆白车，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看一下这个玻璃，其实已经脏到不行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白车呀，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你看，你现在看它是很均匀的。但你用小手一抹，全是灰。第3，内饰推荐白色。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用了1年的白色内饰啊，就是洁净如新。而且白色内饰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打开车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车内的空间如此明亮通透。我之前也和很多用户一样啊，我担心白色会不会很容易脏啊？但是实际使用的话，觉得耐脏度很好。有2个不稳定因素，你看看你自己是否能避免。一个是牛仔裤，另一个是乱踢乱踹的小朋友啊。如果这2个因素高频出现，那么你可以放弃白色。第4个购买建议就是你买车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预期。如果你开了1年，然后你就去询问二手车价，那么我跟你说，大概率就是折价8到10万。现在不光是理想啊，基本现在各个品牌车都这样。当然，我说1年折价8到10万，指的是第1年啊，不是说每年都折价10万，完了第3年说这车蒸发了啊，那没有，就往后之后肯定是一个递减，慢慢平顺下来的。从我目前的洞察来看啊，就24款新车一出你就入手了，那到年底啊、春节呀、车企要冲销量，大概率会迎来降价。你说，哎，那我就等到年底的时候，对吧？我去以便宜的价格
格买24款老车，那等到25款一推出的时候，你一看升级幅度，哎呀，你又觉得心里痛痛的。所以车这个东西啊，它是用来开的，它是带你走遍全国的，它是让你在旅途过程中感到舒适和快乐的。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配置和一个能接受的价格点，然后果断入手之后，你就踏踏实实开车，你就别关注什么降价呀、促销啊，整个人这个血压能平和不少。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我给那些之前不了解理想汽车的同学聊一聊 L7 是一款怎样的车啊，我是简略的聊一聊啊，想更详细的了解，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评测。首先我们来说驾驶啊，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你要单纯说驾驶体验，那它是落后于特斯拉和宝马的。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刹车踏板的线性感不足。如果就像我说的，特斯拉我给95分的话，那 L7 我大概可能可以给到85分。Mac 的驾驶体验要比 L7 更好，这个我是没想到的。第二就是你不需要担心它的尺寸，我和很多同学一样，没有开过之前都觉得这个中大型 SUV 开起来会不会特别麻烦啊？但是实际开了1年，包括我爸也很担心，但是我俩实际开了1年都觉得 L7 的尺寸完全没问题。理想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全景影像啊、自动泊车呀、手机召唤啊，这些功能非常完善，很多大车可能遇到的困难的场景都能很好的解决，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L7 会太大。我认为这台车男生女生开应该都很适合，就是女生开它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视野。至于 L6 会不会比 L7 更好开呢？这个因为我目前还没有试驾过 L6， 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啊。等我试驾 L6 之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反馈。第3，空间。我自己在体验 L7 之前呢，我看了很多视频，他们说这个2排的空间哇夸张的大。我自己上车体验之后呢，我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2排真的很宽敞，以至于我之后体验很多豪华轿车2排那个空间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好像还没有那 L7 好呢。L7 的后备箱非常能装啊，平时后备箱我其实很少用，但是你有一次自驾游，你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如果家庭成员是3、4个人，我觉得 L7 的综合体验是要超过 L9 的，包括它的270度环抱座椅，包括它的后备箱的装载能力。第4个点，空气悬架会晕船吗？这个部分晕啊，之前我也晕，但是有解决方案，就是你在设置当中把那个悬架舒适度从舒适魔毯改成运动魔毯之后，就完全不会晕了。实测舒适魔毯和运动魔毯同样速度，通过同样的减速带，那舒适魔毯确实会更加平稳，但是转弯呢也确实更容易晕，所以我强烈建议每一个用户啊，你都可以改成运动魔毯，非常舒适。第5，一个非常好用的语音助手。实际上语音助手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它能极大的降低用户学习成本。比如说我爸他之前可能开了20、30年的那种非智能车，就别说什么 Mind GPT 了，之前他那台车的自带车载导航他都不会用，但是通过理想同学，我在车里，我爸几乎是个语音指令，几乎所有的车机功能，我爸几乎都可以通过语音来完成了。我前阵子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家是内蒙的，他就想给他爸爸去看这个理想这台车，但是他也担心他爸学不会。我说你完全不用担心，一点学习成本都没有。第6个增程，就是我和我爸一人买了一台 L7， 他买的是 Max， 我买的是 Pro。他这台呢，因为我爸妈家楼下是可以安装这个加充的，所以他就每天当成纯电去开，现在完全不用油了。我这台呢，因为我们家没有加充，虽然说公共充电桩呢也不远啊，但是我就有点嫌麻烦，所以我日常呢就是油电混合，半油半电那么开。而如果你要是长途自驾游，那这个时候油箱就发挥出价值了，对吧？你不用时时刻刻规划去哪里找充电桩，就是随缘。有桩呢你就充点省省钱，没有桩呢你就当油车开。我觉得增程有2个优势，一个就是它的电加速非常平顺，第2个呢就是它的适应场景非常灵活，可油可电可油电。以上就是我对24款 L7 的升级分享，以及我对23款 L7 1年的驾驶体验反馈。实际上理想 L7 可能是我长这么大入手的最贵的一款产品，同时也是我最满意的产品之一。它其实也不完美啊，但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适配非常多的使用场景，满足一家人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不同需求。理想 L7 是一台我愿意推荐给家人和朋友的车，我想这可能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个视频能在你购买的过程中起到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